吃罢之后，时间已经不早，薛笃弼极诚恳地对我们逐一寒暄，说：“我当一天部长，绝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。”正在说这话时，哈定博士起身告辞，我们也认为极满意，不必多事费词，欣然向薛部长称谢而别。当晚，我们就发了一个电报，报告中尉会议案搁置，不再执行。请愿完全胜利，定于翌晨启程返沪，约下午5时抵达北火车站。那天晚上，又由南京一届领袖在鹿鸣春酒家设宴为我们饯行，我们就把经过的详情报告了一下。宴会完毕，我们商量要在南京等候批示，因公文旅行需要相当时日，何必浪费时间？于是决定派张赞臣即晚先回上海，托他带口信，说我们明天下午返抵上海，请他先通知各报记者到火车站，以便分发请愿经过报告书。这样决定了行踪后，正要想回到旅馆，张柬斋亲自来接我们到他家里，说有好消息，同时他的汽车等在门口，我们只好坐着他的汽车都到他家去。原来这位张先生烟瘾特别大，在南京他抽大烟几乎尽人皆知的，每天要在下午2时才开诊，出诊都在晚上，要到10时后才回家。这时正是他诊悟完毕之时。他家住在梅花巷一间旧宅，里面的陈设一点也不讲究。我们一到他家里，他就带我们进他的吸烟室。他这时已精疲力竭，倒在榻上就抽起大烟来。张梅安和蒋文芳两人也有同好，所以都先后卧在一旁陪他抽。3桶之后，张柬斋才说出这次中尉会取缔中医的议案，薛笃弼要灌沙帽不干了。当局深恐得罪了冯玉祥，不但竭力挽留，而且还下手令说卫生部西医如再干涉中医行动，以后卫生经费政府完全不负责。因此卫生部次长等噤若寒蝉，不再发言。张柬斋医术很高明，南京政界中人都请他诊病，所以他说这个消息是很可靠的，我们几人暗自庆幸。这样的谈话谈到深夜2时，谢立恒老师这时已很疲倦，我也主张回去，说这份请愿报告书还没有起草，明天如何交代？张柬斋见我们还有事要办，只好着司机把我们送回旅馆，几个人倒在床上就呼呼入睡。1日清晨，南京一届中人已得到消息，知道我们这次请愿已胜利完成，并且准备搭早车返沪，所以他们特地来送行。门口有10多辆汽车排列成行，把我们送到下关车站，为我们买了头等车票。我们就在热闹的气氛中离开了南京。胜利返沪，摄影留念在车中。我首先草拟一份请愿经过报告书的初稿，蒋文芳为我修改了一下，谢老师审核后认为满意，我就取出一副誊写板和油印机，写好一连印了50份。张梅安在旁帮忙，他对调油墨太不内行，因此我和他2人弄得双手都是油墨，脸上都沾上了。文件完成，已到上海北火车站。车站上早有医药界同道7、80位来迎接，新闻记者争先来采访。有我分发油印的报告书，许多老友都对着我大笑失声。原来我满面都是油墨，怪不得他们都笑得合不拢嘴来。次日，各报把我们的新闻大事登载，总算把这次废止中医的提案推翻了。隔了几天，主席的批谕才寄到上海，原文是：敬记者奉主席交下来，成为请愿撤销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，并决消灭中国医药之策略，以为民族而保民生一案奉谕，
据称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，卫生部将中医院改为医室，又禁止中医参用吸血西药，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。殊为总理保持固有智能，发扬光大之遗训，应交行政院分饬各部将前项布告，与命令撤销，并交立法院参考等。因除函交外，相应陆谕函达查照此至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，请愿代表国民政府文官处中医界中人传阅了这个批谕之后，都认为满意。但是一个坏消息，就是南京代表隋汉英积劳成疾，患了中风症，救治无效，与世长辞。我们几个请愿代表在事后觉得人事聚散无常，该合摄一影留作纪念，因此我们又聚在南京路王开照相铺拍了一张照。拍照时，大家推谢立恒坐在中间，余人立在后面。谢老师说：“不可以，前面一定还要摆一个位子。”因此我就拉蒋文芳坐在前面。第一张照片拍好之后，谢老师又说：“对，还要拍一张。因为这次存人地始终参与其事，要存人也坐在前面拍一张。从前的人对老师恭敬，向来不能师生并坐。当时我戚以为不可，但是大家说，这一次你却有坐在前面的资格。再经老师用力一拉，我也就坐了下来，拍了这张历史性的照片。中医界经过了这一次的大风暴，我们就根据在总商会开大会第一天的日期3月17日定为国医节，又称317事件。从此之后，年年3月17日那一天，全国中医界都举行国医节纪念仪式。这件事结束之后，薛笃弼果然有2封公函寄到上海，聘请谢老师和我2人为卫生部顾问。薛氏这一种错置，在政府的方面将中医归纳于行政系统中，尚属创举。我生平对政治没有兴趣，除了做医生之外，别人约我开药厂或是其他商业经营，我都无意参与。但是争取中医地位，我一向是抱定勇往直前的精神，对政令的反抗不遗余力。